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10日中烟刚开拍就受挫，剧组强势回击获重赞，2亿巨制硬刚代拍。2026年4月，就在10日中烟剧组于青岛开机后没几天，一个极其私密的生活细节在网上传开：肖战晚上有喝陈皮茶的习惯。这个信息并非来自官方分享，而是被私生饭窥探并传播出来的。一个演员的夜间饮品成了公共谈资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青岛东方影都的片场外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。一个巨大的、全封闭的黑色棚子被搭建起来，从地面一直延伸到摄影棚入口。演员的通勤车辆直接驶入这个黑色通道，全程被遮挡得严严实实。外面蹲守的代拍者举着相机，却只能拍到一片漆黑。这是10日中烟剧组对无孔不入的代拍和私生饭给出的最直接的回应。4月10日，这部备受瞩目的剧集在青岛东方影都正式开机，导演许宏宇和主演肖战、魏大勋等主创悉数到场。肖战在开机仪式上说：“我叫齐夏，是个骗子。我说的话你只能信一半。”这句来自角色的台词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开来，但关注度带来的不只是期待，还有麻烦。开机前后，剧组周围和演员住所附近持续出现围堵、跟踪的现象。代拍者试图获取任何未经公开的影像，私生饭则窥探着工作之外的私人生活。陈皮茶的泄露只是这种侵扰的一个缩影。剧组没有选择沉默或妥协，他们搭建的那个黑色长廊被网友称为防代拍神器。车子从进入片场区域到驶入摄影棚，全程处于封闭环境中。有现场照片显示，即便在棚外，也有工作人员打着黑伞进行遮挡，确保演员的造型和状态不会提前泄露。这种物理隔绝的方式在近年来的影视拍摄中并不多见，更多时候，剧组面对代拍只能疲于奔命的驱赶，或者无奈的默许。但10日中烟剧组从一开始就摆出了强硬的姿态。代拍和私生行为究竟带来了什么？对于一部正在拍摄的剧集而言，未经许可的路透照片和视频是致命的。它可能泄露关键角色的造型、场景布置，甚至剧情走向。10日中烟是一部悬疑奇幻剧，原著中充满反转和谜题。任何提前泄露都会严重破坏观众的观看体验，让主创团队的心血大打折扣。对于演员个人，这种侵扰更是全方位的。从机场、酒店到片场，私人行程被曝光，生活细节被贩卖，甚至休息时间也不得安宁。这不仅侵犯了隐私权，更直接影响演员的创作状态。肖战在4月2日抵达青岛机场时，全程低头快步离开，被粉丝解读为一种长期被打扰后形成的自我保护。10日中烟不是一个普通的项目。公开信息显示，这部剧由柠檬影业和腾讯视频联合出品，定位为 S+ 级，总投资超过2亿元人民币，其中近8000万元专门用于特效制作，由曾参与《流浪地球》系列的 More VFX 团队负责。剧集采用了业内罕见的3季连拍模式，计划一次性拍摄完成共72集的内容。所有主要演员都签订了长期合约，确保角色连贯性。拍摄地在青岛东方影都，剧组专门搭建了一个8000平方米的虚拟摄影棚，用来还原原著中宏大的中烟支的场景。这样的投入和规模，意味着任何拍摄延误或内容泄露，都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。剧组必须在100天左右的拍摄周期内，高效、保密地完成工作。外界的干扰成了必须清除的障碍。就在剧组全力应对代拍问题时，另一个拍摄趣闻引起了讨论。
演员胡先煦在4月11日，也就是开机后的第2天，就完成了自己在《十日中烟》第1季的全部戏份，迅速返回北京。从4月8日进组到杀青，不过3天时间。这并非戏份被删减或仓促拍摄。根据原著设定，胡先煦饰演的角色陈俊南在第1季前期戏份很少，登场不久后便暂时下线。他的核心剧情和高光时刻集中在后续的技术中。这次一日杀青的安排，恰恰被许多书粉认为是剧组严格遵循原著叙事节奏的体现。代拍行为有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，但并非无法可依。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指出，如果剧组对拍摄计划、演员造型、剧本内容等采取了明确的保密措施，那么这些信息就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商业秘密。代拍者通过偷拍等手段获取并传播这些内容，情节严重的，可能涉嫌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19条，侵犯商业秘密，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除了商业秘密，代拍行为还可能侵犯艺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。未经本人同意，以盈利为目的拍摄、使用其肖像，构成侵权；而在非公开场合跟踪、偷拍艺人的私人活动，则侵犯了隐私权。对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进行警告、罚款甚至拘留。2026年4月13日，十日中烟剧组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严正声明。声明中指出，有不法分子冒充剧组工作人员，以安排角色、提供内部消息等名义实施诈骗，严重扰乱了拍摄秩序。剧组呼吁大家提高警惕，并强调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权。这则声明虽然主要针对诈骗行为，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剧组所处环境的复杂性。高关注度吸引了正常的观众，也引来了试图牟利的灰色产业从业者。肖战本人及其团队对于隐私保护和网络维权一直态度明确。过往就有因私生饭跟车、围堵酒店而报警处理的记录。其工作室也多次公开发声，呼吁抵制代拍和私生行为，尊重演员的个人空间。在十日中烟开机前，肖战官方粉丝组织也发出倡议，呼吁大家不传播路透，不参与跟拍，将所有的期待留给正式播出的作品。剧组搭建的黑棚像一道清晰的边界，它隔开的不仅是窥探的镜头，更是一种长期以来被视为行业潜规则的骚扰。当妥协和回避成为常态，这种直接而强硬的物理隔绝成了一种态度宣言。拍摄仍在继续。黑色的棚子矗立在青岛影都，里面是正在构建的中烟支的和演员们沉浸其中的创作状态。外面，关于隐私、边界与尊重的讨论，随着陈皮茶和黑棚子这2个意象持续发酵。